大家好，首先要祝贺一把赵丽颖的幸福到万家。由于和幸福的加成巨大，对应的播出数据巨好，所以一贯追求幸福生活的韩国已经买走了幸福的版权，准备引进到万家了。成绩这玩意是有目共睹的，光靠吹是吹不出来的。挑剔的韩国人绝不会因为尬吹闭着眼睛选择幸福的。因此，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本频道的基本原则就是拒绝尬吹尬黑，永恒与别不同，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同样忍不住偷笑的就是王一博的长空之王居然开始高速进入到了宣传的轨道了，而且起点超高，这跟先知先觉的新万我提到的佩洛西旋风根本就是不谋而合了。老实说，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都是天天吃人间烟火的肉体凡胎来的，那么他们是如何通过颜值以外的东西旋风附体，横扫流量，掳掠人心的呢？首先，王炸姐姐赵丽颖避苍王的形象，这些日子都是热搜榜的常客，因为想象的空间太大了，时光机的运作太频繁了。赵丽颖乌发如瀑布，一身素雅的白衣胜雪，神韵和气质上神似赵雅芝《新白娘子传奇》中饰演的白素贞。当然了，酷拽俊雅古天乐旁边那个仙气袅袅小龙女的印象也是毫不违和的。从与凤行片场的剧照来看，赵丽颖脸庞俏丽，肤如凝脂，眉眼娴静，犹如一江春水。她红唇微起，欲言又止，一双眼里水汽蒙蒙，恍若古典小说里走出的大家闺秀。赵丽颖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从艳丽的小花一直脱变至如今悠游自如的女神，整个人的气质也越来越温醇芬芳。时光对赵丽颖来说似乎只是一剂发酵剂。在熙熙攘攘的娱乐圈，像赵丽颖这种从内而外散发知性美的艺人并不多。她沉稳而内敛，眼神犹如深潭水，眼里寒夜星子一样的光芒让人心悸。如果把有匪中的王一博的剧照和与凤行中沈黎的剧照 P 到了一起的话，云匪夫妇再次合体，含情深望的场景就能把不老的味道重拾起来了，而且还掺杂了一把神雕侠侣的新鲜感。两人的眼里依旧满是故事，光影交错间迸发出令人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作品有时真的需要时间，需要机会，需要时代的祝福。与凤行原著里的避苍王一直都是骁勇善战的刚烈女子，她手握红缨银枪，杀伐果决，比男人还有勇猛几分。赵丽颖的在与凤行中的造型显然是出人意料的多面化。避苍王不仅仅是沙场斩杀魔兽的大将军，她更是一位温婉而烟火气的女子。从与凤行剧组流出的剧照来看，赵丽颖在这部剧中的造型极为丰富，既有披坚执锐的战甲和劲装，也有氤氲闲云野鹤气质把酒黄昏后的隐士白袍，更有小家碧玉的浅蓝色大众衣裳。俨然，剧版与凤行里避苍王不仅仅是一个舞枪弄刀的女汉子，她英气娴雅，能在沙场沾染血迹，也能在花前月下和爱人吟诗对饮，懂得世俗的生活和享乐。与凤行对赵丽颖来说是一次考验，她能否凭借自己的塑造能力，带给观众一个有血有肉、令人感同身受的避苍王呢？脱离古偶剧固有的陈珂，塑造出散发艺术魅力的古典女子，一如《新白娘子传奇》中的白娘娘。剧版与凤行值得期待的地方很多，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不是剧情，不是 CP， 而是升级版的古偶仙侠眼神杀。这一回，烟火气满满、静美气飘飘的沈黎，或会比原著中的避苍王更有故事，更有交集，更多魅力。如今的赵丽颖出演了很多作品，《花千骨》《楚乔传》等等，收获了很高的人气。很少人会想到，如此超高人气的赵丽颖，当年对手影帝徐峥的时候，一点都不逊色，摆在哪儿都倍感靓丽的颜值，简直把绿叶最大化了。是金子就会发光这句没啥营养的老话，放在赵丽颖身上，绝对具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和代表性。当然了，当时的赵丽颖看起来依旧年轻，非常青涩，也就20出头，但是她的演技并没有显得非常尴尬，反而不错。只是在这部剧中，徐峥他吸引了大部分观众的目光，因此没有让赵丽颖大火。徐峥的猪八戒形象跟随了他很多年，
大家对他的认识是从猪八戒开始认识他的。在我就是演员的舞台上，他也表示这个标签跟随了自己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直想摆脱这个形象，但是慢慢的深入做了演员，才发现最好的摆脱方式就是学会接纳他。徐峥确实给我们观众带来了很多出色的表演以及印象深刻的角色，就算做了导演的他，也依旧没让大家失望。现在的赵丽颖不仅演技好，而且爱情事业双丰收，在很多剧里面都是女主角。因为演技好，所以每部剧的反响都是很不错的。比起一些只会干瞪眼的明星来说，赵丽颖的演技真的是甩好几条街了。赵丽颖从一个小小的群众演员到现在真的是很励志了。虽然很多人不知道赵丽颖到底演过哪些小角色，但是在之前赵丽颖其实还和徐峥搭档过，并且还是女主角。在《李卫当官》这部剧中，赵丽颖的演技也是非常好。相信很多赵丽颖的粉丝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部戏里居然是赵丽颖主演的。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身外。我相信当初追看这部剧的大部分的吃瓜观众，基本都是奔着春光灿烂猪八戒去的，大家完全就被徐峥的诙谐以及剧情给吸引过去了。然而呢，如今再重温这部电视剧，绝对又是不一样的感觉了。同样的，魔幻的2022年，一晃就没了似的，一晃整个暑期档就已经结束了。过些日子再来和韩国人一起回味赵丽颖的这部《幸福到万家》，您又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时光机感慨出来呢？今年的暑期档，身外我已经聊过多次的了，可谓热闹非凡，一部部题材迥异的电视剧横空出世，给了观众许多惊喜。续集剧的表现也还不错，总体来看，暑期档不缺好剧。然而呢，最新一期的暑期档最霸第一名交椅，还是让赵丽颖坐稳了。这部40集的《幸福到万家》再次傲娇成为了暑期档电视剧的热度冠军，也再次证明了喜欢热闹、喜欢幸福的韩国人的眼光。幸福到万家是一部赵丽颖、刘薇、罗晋等人主演的现实主义题材剧集，讲述的是农村女生和幸福嫁入万家庄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和幸福在经历了各种历练后成功创办幸福客栈，带动了万家庄的旅游业的故事。这部剧热度高达9704，播出期间收获日冠22次，实力超群。目前这部剧的豆瓣评分也稳定在7.1分，总体表现很不错。相信很多人刚开始追这部剧都是被婚闹事件吸引，后面才逐渐感受到了赵丽颖饰演的和幸福的人格魅力和融入程度。不过在这部剧中，最大的成功就是将人性的刻画展现得很到位。比如万家庄的书记万善堂，他虽然有谋略为大家，但是管教孩子方面做得一塌糊涂，而且也有一些很不好的习惯作风。又如和幸福的婆婆，她虽然大多数时候还是关心支持儿媳的，但是在大事面前还是默默向着自己儿子。这部剧的故事很讨喜，主演们的演技也很到位，这才成就了这部剧的热度。赵丽颖第一次挑战现实题材剧集，就收获了很不错的成绩，期待后续更多走心惊心的时代好剧继续上线，再现吧。不过呢，赵丽颖在现实生活的情感大戏依旧在狗仔和黑粉的想象中天天爆出，日日更新，非常精心和艳情。所以身外我经常提醒各位喜欢狗血艳俗的朋友们，可以随手滑进99.99%新鲜的 YouTube 机器人娱乐频道，去近距离欣赏那些女王大戏。这不，又有狗仔宣布拍到了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私密照，两人一前一后从某私人会所出来，时间相差不到5分钟，说是一起聚会，完全说得通。加上狗仔也强调两人离婚后关系一直和谐，并没有闹僵，难免就又让人往复合的方向去想了。即便熟悉本频道的人，基本上都会一笑了之。但是呢，注定有人心心念念祈求复合。且不说男方在离婚后有过几段新感情了，并没有对旧情念念不忘的孤包迹象和公开表白，而且赵丽颖私下也是杀伐果断的性格，做了决定就不会轻易后悔，吃回头草的几率很小。他们有联系，其实也是必然的，因为两个人有孩子的。平时的联系大都是围绕孩子的事儿，上学、教育、探望啥的。对于离婚的夫妇来说，
保持好的关系不仅仅是维持彼此的体面，对于孩子也是最妥善的相处方式。离婚后还保持来往的圈内人很多，像贾乃亮和李小璐、陈思诚和佟丽娅都是这样，加上这一对也没什么稀奇。另外还有一点大家不知道，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离得比较仓促，只是双方团队共同协商了一下，再加上他俩合作代言的品牌不多，也没有在合同上有过多的要求，比如说在某些明星的合同中是要求不能在合约期内出现离婚这样的负面，否则是要赔偿违约金的。所以当初是分分钟就发了离婚声明，但是他俩还有一些财产实际上依旧没有处理清楚，时间线拖得比较长。虽然大部分工作都交给双方律师处理了，但正主也需要偶尔碰面做一些收尾的工作。之前申万我也随口聊过了，说不定他俩还会合作新电影。博纳有部戏找过冯绍峰和李冰冰，李冰冰有意向片方引荐赵丽颖，双方也都跟主创团队见过面了，谈妥的话，他们是不介意在同框合作的。这些娱乐小江湖的小插曲，以前有，现在有，以后也不会断。就像王炸弟弟王一博的小路透和小期待一样，天天都有，时时都有，一模一样。这不，2022年还有仅剩的3个月了，在这3个月之内，根据已经官宣的消息，王一博至少有5部电影已经排队上映了。其中，维和防暴队无名长空之王，我和我的青春热烈，都是摩托姐姐们从年头聊到年终，从年终盼到年尾的大事来的。旗袍党们的诺言，倒是不知道会不会被突然一道新版的封城令封在了家里面呢？因为魔幻的2022年已经让正常的想象力无法想象了。大家现在虽然不知道这5部电影上映的具体时间，可是呢，非官宣不约的官博，自从官宣电影的播出时间是2022年之后，一直也未见更改，可也未曾上映啊。于是乎，在这2022年仅剩的3个月之中，长空王一博恐怕真的要与热烈王一博1对1捉对厮杀了。其他影片还没有消息，可这长空之王确实有消息了。大家都知道，自从清朗行动之后，艺人团队是会与大粉进行对接，一是为了确保艺人能够对粉丝有管理的行为，二是有些消息也需要大粉传达给下面的粉丝。而最近长空之王似乎要上了，根据粉丝们的消息，长空之王首映礼大概在9月30日那天，紧接着就是国庆档正式上映。说实话，这个播出时间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国庆档原本就是影片最重要的上映时期，而长空之王作为一部聚焦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现代化军事电影，放在国庆档是很有可能的。长空之王这部影片受人关注度极高，从话题来说，这是一部拥有着歼20飞机的电影，展示着国家重器。因为歼20的存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对这部电影有所关注。从流量来说，因为王一博的存在，这部电影本就吸引了一大批粉丝，无论是追星族还是军事迷，都会选择来电影院看看这部电影。很多时候，一部时代证据是不宣传，不是因为宣传没有必要，而是因为没有正确宣传的切入口，而王一博恰恰是那个入口。因为王一博的存在，长空之王的受众将会从一批只对军事感兴趣的大老爷们，扩展到青少年以及中年妇女。自从王一博拍摄《长空之王》以来，大家对这部剧就抱有了高度的关注。电影贴片出来之后，粉丝们也就开始了宣传，譬如各大平台，譬如路人。只不过主流加顶流的王一博加持《长空之王》，现在的野生宣传绝对算是内娱江湖杠杠不二的存在感。要知道，中国驻贝尔法斯特总领馆总领事张美芳居然就在自己的海外社交平台上向全世界的朋友介绍了《长空之王》和王一博的《冰与火》。这一举动可比粉丝们费心安利来的更有效了。不论是《长空之王》还是《冰与火》，都不是娱乐片，而是能够展示国内空军与缉毒警察样貌的好作品。超高的关注度、敬业的演员、不俗的班底、政府联合出品，再加上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反复铁口提及的佩洛西旋风，《长空之王》绝对会成为今年电影界的一匹黑马。有心有力的摩托朋友们，别整天想着低俗不堪的老套包场去刷票房，
真正能写能想的真爱粉，用您最爱的笔头和逻辑去影评平台记录真实的笔记和心声吧。说实话，1万人观影的票房真的完全比不上一个有才有料的观影评分，因为思想是可以产生巨大共鸣、深度启发、立体延伸和深刻影响的。1传10，10传100的金字口碑，比1万块、2万块的水分票房，压根就是同等重量的金子跟沙子的比较。而且5个王一博的大乱战，您到底准备好了吗？对于《长空之王》的播出，王一博粉丝们自然是期待的。只不过，除了刚杀青的热烈，恐怕到时候王一博粉丝们就要面临《长空之王》对战无名、对战维和防暴队、对战我和我的青春的局面了。想想都可以用修罗场形容了。不论如何，先播出吧。只要是王一博的作品，流量和票房都不会是太大的问题的。这部刚刚过去的8月，已经成为了王一博最为忙碌的流量。8月成为了王一博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最多的一个月。8月，这就是街舞第5季开播了，新剧《冰与火》空降上线了。更重要的是，王一博携带着3部作品亮相了微博电影之夜，红毯上的3套服饰让人见证了他的高光时刻，特别是胸针的手带，更是引来时尚潮流的目光。曾经4个月不露面的王一博，一出现就引来了娱乐圈铺天盖地的关注，众多的瓜随着王一博的出现都开始抛售出来，各种的辟谣也是让人跑断腿的节奏。对于王一博而言，如今的发展路线显然不同于以往，他不需要过度的曝光，反而需要低调降低热度的时候了。因为转型到电影圈的他，显然没有太多必要再频繁出镜，降低不重要的营业，提升高质量曝光，才能让他走得更稳更长远。如今很多电视剧的瓜都喜欢用顶流来提升曝光率跟增加热度，无疑在这个月，王一博的瓜就有2部，后援会也在第一时间辟谣了。先是狐妖的瓜，再就是南红的瓜，都蹭到了王一博这里。对于王一博而言，这个8月发生的事情有点跟他毫无相关，却又密不可分。自己的经纪公司乐华娱乐成功在港股上市，开启了全球发售，可谓是艺人经济第一股。他的助力无疑是主要的推动力。王一博跟乐华的合约到2026年，这让多少粉丝心碎又心疼。主要的无奈是乐华旗下的艺人，他房是一波接一波，公关能力又蠢又做又不会演，只能说给王一博拖累的因素太多。别怪粉丝听到王一博续约后都表示无奈，喊话杜华，请重视王一博，重视一下摇钱树。王一博8月结束了电影热烈的拍摄，紧随其后就开启了《这就是街舞》的录制。在录制的过程中，跟不少的舞者交流中，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讯息，那就是王一博一直都很忙，自己说每天都需要工作。虽然通过王一博的表情看不出太多，但是跟国外舞者的交流中说的每天都工作的语气听得出来很无奈。他是喜欢跳舞的，还有想玩滑板摩托车，更是希望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街舞的录制已经进行了多次，从杭州到宁波，我们多次在机场的行程中看到了他的身影，始终是一身黑色套装，黑色的短裤到垮裤。王一博的随性跟洒脱一直保持不变。在此刷屏期间，王一博还参与到了今年的央视中秋晚会的录制，期间更是被粉丝团团包围，机场围观的人数听闻相当的震撼。王一博下车直接用飞奔的方式，只能说他也是很不喜欢这样激烈的场景吧。沉寂了半年的王一博，在下半年终于开始活跃起来。不仅这，就是街舞第5季频发新料预热，电影热烈的路透也如批发来的一样不断更新。再加上喜欢凑热闹的商务合作伙伴，新物料一个接着一个发布，看得粉丝们眼花缭乱，欣喜万分。可是呢，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每当王一博有好事情发生的时候，黑喜鹊就会登上枝头。这不，关于王一博下一步的话题就这样如约而至。就算王一博方火速辟谣，可还是招来了一群黑粉的关注。就这样，馒头一词应运而生。只不过非常好玩的是，这次的黑粉好像是王一博的粉丝假扮的呢。又白又软的小馒头和王一博的小奶膘如出一辙，
这也使得摩托姐姐们欣然认领了这个爱称，并且将词条变形为刁蛮公主，顺带着附上几张王一博奶夫妇的照片。一时之间，满屏奶味十足的王一博煞是可爱。不可否认，王一博由于身体的原因属于一种体质，尤其是为了赶行程熬夜加班之后，状态更容易变得不好。这些身体状况的跟踪，但凡熟悉本频道的人都懂。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真的是从年头讲到现在了。加之最近一段时间拍摄的角色都与王一博本人的年龄相仿，都是正处于青春洋溢、肉感满满的年纪，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使得王一博时而出现在镜头前的感觉就会是种种的样子，于是也就有了馒头这个黑称。可是馒头这个词，或者说这个食物本身给人的感觉就不具备黑的本性，反而给人的第一反应是白白的、软软的、饱满的，能够抵挡饥寒的好东西。这也与王一博给网友们的感觉十分相似。其实，在刚刚听到馒头这个称呼时，相信很多摩托姐姐都是一怔，继而发自内心觉得很好笑。随之，一向喜欢自娱自乐的摩托姐姐们开始就这一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黑粉们最初放出词条的本意不同，不仅没有出现全网互撕的桥段，也没有声嘶力竭的反对声音。恰恰相反，众多母爱泛滥的女性粉丝们迅速认领了这一词条，并且询问：这是专门给 M 粉们准备的词条吗？而更多的粉丝则是跑到该词条下方收起了美图。一时之间，在该话题下方出现了很多王一博奶乎乎的照片，甚至还有扎辫子、戴蝴蝶结的美眉王一博。不知道黑粉们有没有被摩托姐姐们这种有爱的互动可爱到？摩托姐姐们支持王一博这么久，早已经见过各种大风大浪，反黑的技能也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区一个话题早已经可以轻松化解。毕竟王一博与粉丝之间的信任已牢不可摧。细细算来，这已经不是摩托姐姐们第一次认领黑称了。风起洛阳之时的绝了歌，无名之时的足不出户，只能说中国语言博大精深。黑粉们用来讥讽王一博的词汇，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更是对王一博的一种认可，以至于粉丝们不仅大方认领的这些词汇，甚至觉得这些都是为王一博量身定做的。纵观王一博的发展历程，不管做任何事，解锁何种身份，都离不开他的极致精神。看到王一博事事全力以赴的劲头，任凭是谁都会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说上一句绝了。追星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黑粉的一些手段，相信很多摩托姐姐在开始时都会全力维护，想要让一博远离那些纷扰，可常常事与愿违，正中黑粉的下怀，更加助长黑粉的气焰。如今，摩托姐姐们掌握了更高级的反黑技能，不仅大方认领，还觉得非常适合王一博。不知道黑粉们看到了是何感想呢？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就是佛系独有的解药来的。在讲究和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谣言大本营在清朗风暴下依旧屹立不倒，就是一个历史明证。时光荏苒，一去不回，苦中作乐，达至平衡。这种利益超凡的思想模式，其实就是魔幻2022年的最佳生存方式了。对于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这番发自肺腑的思想总结，您认同吗？新万我感觉，无论汶川地震还是郑州水灾，每一位真是遭遇了灭顶之灾，经历着家破人亡的绝望当中人，都无法、无能、无奈去撕开自己的苦难，去哭诉最大的绝望。因为苦难说白了，只有亲历者才会锥心刺骨，痛苦余生。所有旁观者的眼里，别人的苦难和逝去的生命，都是无法真实体会到的某个数字，都是无需真实参与的抽象符号。更魔幻的2023年已经敲门了，大家一道珍惜当下吧，守护心里的正能量，就能守护住黑夜中的那不灭的阳光。时光可以溜走，赵丽颖、王一博这对云匪夫妇带给大家的美好，又怎能淡忘呢？